美国军官分析乌克兰战场态势，如果让美军上，能比俄军强多少？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贤少。俄乌冲突的早期，俄罗斯军队的表现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在乌克兰打得相当艰难，直到俄军的特别军事行动进入第二阶段，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才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这个仗如果让美国军队来打，又能好到哪里去呢？这恐怕是美国军队观察人士现在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最近，一位美国陆军上校认真研究了俄乌战争之后，总结了这么几点。首先，现代战争仍然是一场残酷的、磨人的工作，因此完全可以无视那些轻描淡写的解决方案和宏伟的概念。近年来，美国陆军一直在发展不同的作战概念，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多域联合作战。这些看起来颇为新颖的作战样式，有可能严重脱离了实际。相比于昂贵的导弹，俄罗斯人用实践证明，炮弹仍然是战场上最大的杀手，而且它可能会决定战争的结果。第二，如果双方都无法建立绝对的空中优势，战争将如何发展呢？目前的乌克兰战场，俄军和乌军都无法获得绝对的空中优势，大量的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的出现，特别是无人机的出现，让战场被全新塑造。鉴于空中优势在美国军事思想中的中心地位，如果没有掌握制空权，那么美军的联合作战理念和作战方式是否还有优势？第三，这位美国陆军上校指出，海上控制也不是掌握战争进程的关键性、决定性的因素。美国的军事思想是以海制陆，而俄罗斯人在玩以陆制海。事实证明，从陆地进攻远比海上来得有效，风险更低。所以，美国多年来发展的强大海军，在面对一个陆权国家时，可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第四，他还认为，网络空间并不是战争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战术和作战层面，电子战行动、干扰、定位对手和监听他们的不安全的通讯都是有用的。但俄罗斯军队虽然有不少高级将领死亡，但是仍然牢牢地把握着战争的主动权，这从而证明网络战并不是战争游戏规则的改变者。第五，太空资源虽然很重要，但是弱国仍然可以用无人机来弥补情报短板。商业卫星和军用卫星已经被证明特别有用，但是消费级无人机的激增正在使战场变得透明，这可能是未来小国弥补信息战劣势的重要手段。乌克兰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优秀。最后，这位美国陆军军官站在自己的角度提出了如下的观点：乌克兰战争的性质已经改变，他暗示了陆军将成为最后解决问题的关键。美国的多领域作战概念和全支援部队是否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做好了准备呢？总的来看，美国军队仍然在用自己的作战理论来解读俄乌交战的态势，从而给自己带来了太多的焦虑。那么，如果美军代替俄军打这一仗，会比俄军的表现更好吗？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俄军有表现好的一面，也有不如美军的地方。现在，美军根据俄乌冲突的情况，在反思多域作战理念、以海制陆的理念、没有绝对制空权的作战环境等等，这些在面对一个强大国家时可能就会出现，但是面对乌克兰时或许不存在。所以，与其说美军在观察俄军的表现，还不如说美军在反思自己是不是能够打赢一个真正的大国。因为俄乌冲突与美军过去打的几场局部战争完全不同，其最大的差别是，美国没有绝对的优势是不会主动出击的，因此他从来没有与真正的强国交过手。而俄乌冲突的情况是，交战双方都没有绝对的技术优势。美军现在的反思表明，他们显然还没有为对付一个真正的军事强国做好战争准备。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